日本有些政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第一个，他这个说法本身是违反日本的宪法的，所以他在日本是犯罪行为啊。我在国际舞台上一直这么说，不管是美国人这么说，还是台湾人这么说，尤其是日本人这么说，他胆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他是违反日本的宪法。而且呢，战后日本它有一个特点，它这个法治观念很重啊。而在日本最高的一个法律就是它的宪法。日本的宪法今天还是和平宪法，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日本不准拥有军队，它只有自卫队，不准拥有军队。第二条，日本的自卫队不准被派遣到海外去从事作战任务。这两条就像紧箍棒一样的箍住它，使得日本不能够派遣它的自卫队，它也没有军队啊，到海外去从事作战任务。所有的日本人民都应该起来跟这样的政府、这样的首相对着干呢。因为日本人战后以后他都知道，如果说没有法律的框架的话，如果有些日本的政客为所欲为，那他可能把日本带向新的一个灾难。1945年8月，日本是无条件投降了。日本好像脊梁骨被打断了，趴在那个地方，无条件投降了。如果他还是要把日本的自卫队改造成日本的国防军，还要捣鼓把日本的国防军派到海外去，不管是朝鲜半岛还是其他的地方去执行作战任务的话，本身它有可能使得日本的军国主义的阴魂重新死灰复燃。如果说你和平搞发展等等大家都可以跟日本和平相处。但是如果日本说要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刻的教训，重新搞什么军国主义等等那是一条死路，万万走不得。我这么强调有一个特点日本1945年投降，它不是说只向美国投降，它至少是向4个国家投降，美国是一个，中国是一个，苏联是一个，还有英国是一个。所以他当时是向我们中国投降的，中国是战胜国呀。中国作为战胜国，针对日本这个战败国，我们是有很多权利的，这个权利都是刻在日本投降书里边的。所以日本现在往往是选择性的遗忘，他说我没有向中国投降，我是向美国投降的。错，高市早苗，你应该知道，你1945年日本就是向中国投降的。而且呢，他在投降书里对中国做出的承诺是刻在石头上的，他是改变不了的。高市早苗的所作所为它反映了一个现象，那就是高市早苗本人和日本有一股势力不承认1945年向中国无条件投降，不承认日本在无条件投降的时候向中国做出了很多的承诺。另外一个，他不承认开罗宣言，不承认波茨坦公告。但是大家要知道，当今世界这个国际秩序它的源头在哪？不是旧金山条约，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这2个文件才是当今世界关于日本的压舱石。你日本你改变不了，你承认不承认你都改变不了。如果日本首相不承认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当今世界的基础的话，那是什么意味呢？那就是说日本的法西斯势力没有被消灭，那就是说还要再来一次消灭那就是说还要来一次彻底的消灭日本法西斯，不管是旧的法西斯还是新的法西斯，不管是老的日本鬼子还是新的日本鬼子。所以你想想看，现在问题多么严重难道说高市早苗首相收回了那几句错误的言论，这个事儿就到此了结了吗？没有，不会了结的。因为高市早苗事件所反映的是日本怎么对待开罗宣言，日本怎么对待波茨坦公告，日本怎么对待1945年他对中国无条件投降所做出的承诺和保证，这才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的最根本。而绝对不是说高市早苗说我收回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收回了他心里怎么想你知道吗？他的那些邪恶的新法西斯势力在琢磨什么事你知道吗？所以呢，你不能够把这种事儿留给这种概率，没有概率。日本必须彻底的承认1945年日本向中国投降了，日本必须彻底的承认开罗宣言的合法性和波茨坦公告的合法性，以及这2个文件构成了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以后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基石。如果日本不走这一步的话，
这笔账永远算不完呢。那就是说还有一次清算的事儿。所以现在面临的是日本你何去何从？你是想继续拥抱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还是你要改面换人？你要彻底的跟1945年以前造害于全人类的日本法西斯一刀两断？你心里不管你好受不好受，你都必须经过这个坎儿啊！你必须像德国人民一样，经过这个坎儿，经过这个洗涤，你才能够真正的重新做人，你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自豪的骄傲的一员。你不然的话，你还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痴心妄想。副总大使在联合国向联合国总部提交这个文件，另外呢向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包括日本散发这个文件至关重要，因为它里边讲到了当今世界这个秩序还是1945年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这么一个秩序联合国宪章里边明确的规定，对于日本这样的二战时候无条件投降的国家它是有一个叫敌国条款，如果日本继续要构成威胁，发动进攻战争等等，那么像中国这样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有权利对它进行单方面的军事行动，不管是他自己还是连同其他的胜利国家一起对它进行这个战略行动，这是明确刻在联合国宪章里边的。日本假装说这个联合国宪章这个敌国条款已经被取消了，没有你仔细拿出来联合国宪章不管是纸本的还是电子本的，上面都有这一条。联合国过去有没有在日本的捣鼓下去讨论要不要取消？日本做过这个事儿，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要取消敌国条款就必须要修改联合国宪章，而修改联合国宪章就必须得到联合国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一致的同意中国什么时候同意了？美国什么时候同意了？苏联或者今天的俄罗斯同意过吗？英国也没有同意，法国也没有同意，所以日本怎么会自以为是说敌国条款被取消了呢？这是很关键的。为什么高志凯给日本画了一条线呢？我说日本的南部边界线就是北纬30度线，在北纬30度线以南有整个的琉球群岛绵绵延延一共1200多公里那么这个琉球群岛呢不属于日本的，日本没有琉球群岛的主权。原来这个琉球群岛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它跟中国的比如说明朝清朝关系都非常的好，是明显的这个中藩的关系日本做了很多的事儿，最后呢到了1870年代，日本就用武力去征服了这个琉球群岛，然后呢占领了琉球群岛，然后到1945年以后，在波茨坦公告里边明确的规定，日本的国土是由胜利国决定的，就是限于4大岛除此之外，北纬30度以南的整个琉球群岛都不是日本的，所以这一点至关重要。至于美国1971年他这个违背了他所谓的叫托管国的这个责任，把这个琉球群岛的行政管理权私下里交给了日本，这个并不改变琉球群岛地位未定，琉球群岛主权不属于日本这么一个根本的事实。所以我说琉球群岛的北部边界就是北纬30度线，日本的国土最南边的边界线就是北纬30度线。那现在日本在琉球群岛和美国人一起部署了大量的军队然后呢把整个琉球群岛变成了一个所谓的第一岛链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最近大家看到日本的防卫相甚至宣布在离台湾只有110公里的那个岛上要部署进攻性的地对空的导弹。我想呼吁一下，我想告诉日本老百姓第一个，你日本不拥有琉球群岛的主权你怎么能够有权在你不拥有主权的岛上部署进攻性的武器呢？另外一个，你部署这个武器本身对中国一个胜利国就是一个威胁，就是一种战争的挑衅。所以呢，理论上来说，严格的来说，中国现在就已经有权利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
摧毁日本在琉球群岛所布的任何的军事设施和任何的军事力量。中国为什么不这么做？我们是给日本面子了，是吧？我们还是希望中日之间是和平相见，而不要刀兵相见。但是由于联合国宪章有这一条敌国条款，所以呢，在任何一个日本法西斯或者新日本法西斯的头上，包括高市早苗，他都有一把剑，西方人把它叫做德摩克利斯之剑啊，它就挂在你的头上，你稍微再越轨，稍微再出轨一点，这把剑就会砸下来，后果是什么你自己应该很清楚。所以我觉得争取琉球群岛原住民完成非殖民化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实际上呢，1945年以后，世界各地，尤其是非洲啊、拉丁美洲啊，还有就是加勒比海地带啊，还有就是比如说东南亚地带，亚洲等等很多地方的国家，当时都是殖民地，纷纷的经过了非殖民地的过程，现在都是独立的主权的国家。为什么琉球这个群岛的原住民不能够享受非殖民化的权利呢？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到联合国去提出他们的要求，然后呢召开联合国的会议，对于琉球群岛尚未完成的非殖民化的过程要进行认真的考虑，最后宣布琉球群岛恢复叫琉球国这么一个名字。琉球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一定会早日实现。而且呢，根据波茨坦公告的明确的规定，日本的主权范围仅限于东京，仅限于北纬30度线，就是我现在画的叫高知凯北纬30度线才是日本的南部边界线，你千万不要越线去动别的脑筋。